我和李成办离婚手续的当天，他妈也跟着到了民政局，得意洋洋地在我面前炫耀，李成的小女友已经怀孕了，还是个男孩。我只看向眼神躲闪的李成，而后冷笑一声：李成根本不能生育，这孩子又是谁的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李成是大学同学，读书那会儿，李成是标准的好学生，奖学金和各类竞赛奖金拿到手软，我就佛系很多了，每天混吃等死，逍遥自在，不挂科就是万岁。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突然看上了我。表白那天，我看着李成那张帅气的脸，不争气的点头如捣蒜。我家就在本地，周末常带着他回家吃饭。李成家境不大好，但人勤奋优秀，我父母一直很满意。可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爸却说什么也不准我们再来往了。李成家在农村，为了商议我们的婚事，还特地把他母亲从乡下接了过来。本来想着老人家一路上舟车劳顿，先一起吃顿饭，有什么明天再谈。结果他妈刚坐下没多久，便冷着脸开了口。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家原本就是孤儿寡母的，没什么钱，彩礼可出不起。买房子的钱倒是能出一部分，但是必须写上我儿子的名字。话一出口，饭桌上的气氛明显不对了，死一样的寂静。李成苍白着脸色去拉他妈：“妈，你怎么说这些话？你快别说了，我说的哪里不对了？你这么优秀，完全可以。”他妈不依不饶，显然对我这个未来儿媳很不满意。我爸的脸色越来越黑。这顿饭就这样不欢而散。回去我爸就勒令我不能再和李成来往，我却犟着脖子不肯。我妈也在一旁叹气：“你还是想想清楚的好，这样厉害的婆婆你往后受得了？可惜，爱情往往容易冲昏人的头脑。我只觉得往后日子是和李成一块儿过。至于他妈以后远在农村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我爸拗不过我，一连抽了半包烟。愁眉不展，彩礼可以不要，房子的事情我们家有余力承担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？现在还没结婚，他尚且这副样子，往后怎么得了？我还真没想过，或者说也无暇去想。第二天，李成就特地买了礼物来和我道歉，说他爸死得早，他妈苦惯了，就是个农村妇女，让我不要把那些胡话放在心上。他神情笃定，眼中神采奕奕。慢慢，等我以后有能力了，一定加倍补偿你。我笑着摇头，并不觉委屈，告诉他我们是夫妻，不应该分彼此。
而后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之后的事情顺理成，我们结婚了。我家自然也没要彩礼，反倒是我爸出钱给李成买了辆车，还给我们的新房付了首付。婚后，李成顺利入职某互联网公司，我则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，每月还完房贷，没什么压力，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可太平日子过了没多久，某天深夜，李成的妈就打了电话来，哭着说头疼不已，自己怕是要死了。李成一向孝顺，听了这话，吓得睡意全无。妈，你究竟怎么了？有没有去医院看过？电话那头哭个不停，李成也六神无主起来。妈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好好说。我也连忙起身，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便听婆婆支支吾吾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在李成的再三追问之下，才道出了实情。说什么年纪大了，也觉得乡下的医生不够好，就想来李成现在住的地方看看，也算是一桩心愿。电话开了免提，我也听出了婆婆的意思，看病或许是借口，只是想来看看李成。李成顿时看向我，眼底有一丝恳求。电话那头，婆婆听半晌没回应，抽噎着又开口了。我知道，人老了惹人嫌。一听这话，李成也急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我打了个哈欠，也总算是听明白了婆婆的意思，轻轻拍了拍李成的手。那就把妈接过来，在城里看病，到底也放心些。闻言，李成顿时松了一口气。挂了电话之后，连声夸我懂事，说他妈不容易，一个人在家。这些我也都明白，只安慰他没什么大事的，早些休息，明天还要上班。但到底是因为这通电话，我们两人一晚上都没睡好。李成是担心，我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些预感。总之一夜起来，两人都顶了一对大大的黑眼圈。回过头来看，自那以后一切都变了。婆婆是第3天上午到的，李成有个重要的会议，还是我请了假去接她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在机场一看见是我，总觉得婆婆的态度顿时冷淡了下来。我解释了，因为李成忙于工作，才看见他有了些笑模样。我儿子就是上进，把人接回了家。家里阿姨也准备好了午饭，我做的饭只能勉强入口。家务问题上，婚前李成就和我承诺过，会请阿姨，不会让我整天围着柴米油盐转。结果婆婆一看见阿姨，脸色就不对了，把我拉到一旁。这是你们请的保姆？我点了点头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便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。什么年轻人没过过苦日子，不懂节俭。什么请家政是有钱人的做派，
和她解释了阿姨只是3天过来一次打扫卫生，偶尔来帮忙做顿饭，也还是不肯听，仿佛是割了她老人家的肉一样，心疼的不行。好不容易劝着婆婆坐到餐桌旁，又是嫌弃菜烧得淡了，又是觉得不合口味了，当着阿姨的面数落了一大堆。等到吃完饭，阿姨说什么都不肯再干了，我也只能和她道歉，而后自己把碗给洗了。晚上李成提早下班，原本是打算带婆婆出去，3个人一起吃顿饭。可到了家里，婆婆说什么也不肯出去吃，非说太过浪费，还是在家好。到底是拗不过她，只能在家吃。幸好家里也有点食材，李成和我忙里往外好一阵子，才弄好了饭。婆婆又不满意了，说了一通，话里话外都是李成工作这么辛苦，回家还得做饭。李成一直给我递眼色，我也只能当没听见。结果话又说回到阿姨那边了，婆婆耳提面命，说什么也不肯我们再请阿姨。李成张了张嘴，几度没插进话：“妈，我们俩工作都忙，哪里有那个时间？你们现在日子有我们那时候那么苦，实在不行，我来伺候你们，哪儿用得着花那么多钱请个保姆？”婆婆在餐桌上唾沫横飞，李成也被训得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，一声不吭。我则垂着头，看着碗底的饭，彻底没了胃口。吃过晚饭，李成就被婆婆拉到了房间里，母子2个也不知道说什么。等李成回来，又满脸堆着笑：“老婆，你也知道我妈节俭惯了的，要不她在的这段时间就先不请阿姨了。”我刚涂好面霜，转头看她，晓得我要是不让步，她夹在中间更难受。其实早就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，这种事情上能让步的总归是小辈。可我心里始终觉得不舒服，张了张嘴，有些话说起来似乎也不合适，只好将满腹委屈都咽了回去。见我点头，李成松了一口气，笑着上来抱我：“放心，我妈也住不了多久的。等检查完，要是没什么大事，她也就回老家。”后来李成带着婆婆去医院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通，一点问题都没查出来。结果自然是让人高兴的，但说好回去的日期却一拖再拖。婆婆自己没有要回去的意思，我也不好催。这天我刚回家，便嗅到一阵阵的臭味，无奈捏着鼻子询问：“妈，家里怎么这么臭？”婆婆一指我那几盆月季：“家里那半盒奶不是过期了吗？我兑了点水浇花了，省得浪费。”一听这话，我连忙把阳台的月季又冲了一遍水。“妈，花以后放着我来就行，牛奶浇花容易烧根。”话说完，婆婆就不高兴了：“
耷拉着脸色，半晌没出声。过了一会儿喊吃饭，一看桌上只有清粥和咸菜，我也是一愣。妈，家里是不是没菜了？婆婆喝了口粥，摇摇头，告诉我家里还有菜，但因为李成今晚加班不回来，干脆就不做了。眼看他那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兴许在婆婆眼底，我就不算是人。草草吃了2口，去卫生间洗手，却看见满地甩的是水，更觉得心头烦躁。2代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根本不同，有些想法是根深蒂固的。李成也和婆婆提了好几回，衣服洗衣机洗完直接烘干就行。可婆婆却说洗衣机哪有手洗干净，非要手洗衣服，弄得卫生间里都是水渍。很多时候她这个儿子都忍受不了，偏偏只能劝我一再忍让，而我一忍再忍，也快到了极限。等到晚上，李成终于加完班回来，我听见都动静，也懒得开门去看，只自顾自看手机。没一会儿，李成倒是进来了，却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们又怎么了？我一回来，我妈就在哭。李成一脸疲惫地松了松领带，看向我，看他这副样子，我就知道是婆婆和他告状了，也不知说了些什么。李成不分青红皂白就来问我，一听这话，原本那些积压的委屈顿时爆发了。这还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吵架。我自问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面前的李成却变得那么陌生，只会一味地告诉我要忍一忍。那毕竟是他妈，老人家没做错什么，就是观念不合。每回都是这样，李成只会和稀泥。好，那看来错的是我。我气得发抖，丢下这么一句，连夜回了父母家。李成拉了我一下，被我一把甩开，要来追，又被婆婆拦下，吵2句嘴就要跑。你让他，余下的话都没听清，被隔绝在门内。我知道李成是家中独子，一向被婆婆视作珍宝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她在我和在李成面前，居然是2种态度，满心的无助和疲惫。他们母子才是一家人，我终归是个外人。深夜我坐在车里，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视线，坐了好一会儿才敢上楼，生怕被父母看出来我哭过。听见开门声，我妈披着衣服起来，看见我，不禁一愣：“曼曼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”我不想让她担心，只含糊说要先睡了，便回了房间。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和李成吵架了？母亲坐在床边，嗓音温和，还没张嘴，泪水就夺眶而出。越是难过，越是听不得安慰。我伸手抱住母亲，把事情一五一十都说了，却听她悠悠叹气，
说当初我爸见了亲家，不肯我们在一块儿，就是怕我受委屈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爸看见我回家，也是眉头紧蹙。你别动不动跑回家，这男人是你自己选的，出了问题，不想着解决怎么办？闻言，我恹恹的没说话。我妈轻轻拍了拍他，让别再说了。或许是因为睡得太晚，我没什么胃口，喝了2口豆浆就饱了。拿了钥匙准备出门，到了楼下，却发现李成站在楼道口，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样。慢慢，和我回去吧。昨天是我的错，太累了，语气也不好。李成低声下气，我却不想理他。气还没消，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妈的从错，是我的错。一听这话，李成急了，见我还在往前走，伸展双臂拦在了我面前。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我是我，我妈是我妈，我以后保证，绝对不会再这样了。眼看他指天发誓，话说得笃定，我不禁横他一眼，还是心软了。我们相恋多年，从学校走入婚姻，更知道这段感情的来之不易。后来晚上跟着李成回了家，婆婆做好了一桌子饭菜等我们，也放软了声调，说是她毕竟年纪大了，不懂我们年轻人，准备下周就回去。一看她那副委屈的样子，我又觉得心有愧疚，还是李成在中间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先吃饭。期间气氛有些沉闷，但想着婆婆没几天就要离开，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，再忍耐几天就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着急上班，脚下也没在意，一脚踏进卫生间，便直接失去了平衡，一下子坐在了地上，疼得半天都没起身。扶着台面，好不容易站起来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地上全是水渍，心中又是无奈，又是生气。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便觉得小腹一阵剧痛，犹如闪电劈入脑海。李成闻声赶过来，看着满头大汗的我，也被吓得不轻。慢慢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咬着下唇，痛得冷汗直流，从齿缝里勉强挤出肚子疼几个字。婆婆却还稳坐在餐桌前，早饭还没吃完呢。你干什么去？眼看我状态不对，李成抱起我就往楼下跑。李成难得吼了他一句：都跟你说了，溅到地上的水要擦干净。我送曼曼去医院。我疼得说不出话来。幸好医院不算太远。检查过后，医生的话却让我们又惊又喜。喜的是，医生说我已经怀孕有2个月了。惊的却是因为这一摔，早期胎儿并不稳定，已经有了先兆流产的迹象。吃了药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终于不疼了。
我抚摸着平坦的小腹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婚后我们也没做错事，想着顺其自然。没想到孩子来得这样快，李成却半跪在床边，红着眼握住我的手。慢慢，对不起，今天差点就……因为先前着急送我来医院，后来又跑上跑下地拿药、检查，他额前的头发都湿了，看着有几分滑稽。我突然笑了，伸出另一只手拨弄他额前的碎发。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事。话虽然这么说，可医生还是告诉我，胎儿情况并不太好。这段时间我最好卧床静养，等情况稳定了再说。折腾了一上午，我们才从医院回到家。婆婆显然已经从李成那里知道了我怀孕的消息，眼角眉梢都透出喜气，看我是从未有过的高兴，连声说着太好了，李家有后了，她要当奶奶了。李成却显得不怎么高兴的模样，让我先回房，把婆婆拉到一边说话。我还是觉得不大舒服，乖乖回了房间，却听见外面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，依稀能听见李成扯着嗓子和婆婆的哭声，觉得不对劲，推门查看。妈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你别哭成不成？李成扶着额头。我的意思是你先回乡下，我可以自己照顾曼曼。婆婆更是嚎啕大哭，指责李成没有良心，白养他这么多年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，吵得人头疼。看见我出来，婆婆更是咬牙切齿，是你在中间挑唆对不对？指着我就要上前，我下意识往后退，还是李成拉住了她。妈，你别闹了，这些都是我的意思，和曼曼没关系。一听这话，婆婆顿时一愣，哭倒在了沙发上。李成叹了口气，示意我回去躺着休息，又好说歹说劝了一阵才算完。进了房间，倒是也显出几分疲惫，拉着我解释，说是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，总归要强势一点，不然容易被欺负，让我再忍忍，马上送人回去。这些我也都能理解，不忍看他因为家庭琐事劳心费神。先前看婆婆哭成那副样子，也动了恻隐之心，犹豫了半天才开口：要不你让妈再住2天吧，等她什么时候想走了再说。李成惊讶地看向我，有几分迟疑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我白了他一眼，扭过身去。假的，这件事也就这么翻了篇。回过头再看，这绝对是个错误的决定。经过小半个月的静养，再去医院检查，医生也说暂时没什么大碍，但还是尽量减少情绪波动和避免劳累。我和李成那颗悬着的心也稍稍放下了一些。一回到家，
婆婆就捧着碗东西过来，无比殷切地看我。来来来，快把汤给喝了。这段时间我孕烦本就严重，那碗热腾腾的汤颜色黝黑，气味诡异，一凑到鼻子跟前，胃里头就是一阵翻江倒海。我一句话也没能说，匆忙捂着嘴跑到卫生间吐了个天昏地暗。李成连忙跟过来，轻抚我的后背。没事吧？我摆摆手，接过李成递来的纸巾擦了擦嘴角。婆婆却端着那碗汤，苦口婆心。这可是我们那里的偏方，当初我就是喝了这个，才生出李成这么聪明的男孩。慢慢你听话，快喝了它，保管你生个大胖小子。我才看了那碗汤一眼，便又想起那诡异的气味了，一扭头又吐了。见状，李成连忙把婆婆拉出去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信这种东西？只听婆婆把碗一放，理直气壮地说她就是这么生出来的，怎么不能信？慢慢都吐成那副样子了，您就别让她喝了。李成说不过她，只得低声劝。婆婆却拔高了嗓音。我在卫生间听得分明，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？怎么就你媳妇娇气？我吐的人都发了晕，也无暇去想这些话，直到把早上吃的都吐空了，我才觉得舒服了一些。眼看婆婆还要劝我喝什么偏方，连忙逃也似的回了房间。可这也还没算完，之后每天婆婆都炖了鸡汤、排骨汤、猪蹄汤，每天不重样，说我太瘦了，孩子营养不好，每天被逼着喝下去2碗飘着油花的汤。孩子长不长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是先胖了几斤，捏着肚子上多出来的赘肉苦恼。医生见了我也嘱咐，体重增长过快不是好事，孩子太大了，生产也更困难。决心和婆婆说一说这事情，可话是说出去了，第2天照例还是一碗油腻的鸡汤。但这些毕竟也是小事，现在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将要迎接新生命的喜悦中。我父母也来看过我2回，我妈让我回去住2天，被婆婆拦了下来。我现在就是特地留下来伺候慢慢的，哪有心腹住自己家的道理？我妈一听也是，没再要我回去，而是送来了好些宝宝的衣服和一些我爱吃的。我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。照理说，孩子月份大了，孕期反应也该好一些。可我的情况却是半点没好，反倒是月份越大，越睡不踏实。这天又从睡梦中惊醒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扶着腰坐起身，正准备去倒杯水，还没来得及起身，便觉得小腹一阵剧痛，咬着牙把李成拍醒。一打开灯，他也倒抽一口凉气，血顺着小腿淌下，白色的睡裙上触目惊心的一片红。我害怕的不行，
抓住李成，颤声问：“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事？”李成一边摇摇安慰我，一边打了救护车。可这个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。医生检查过后就告诉我们，已经胎停了，必须立刻做清宫手术。我根本不敢相信，泪水控制不住地滚滚落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明明期待了这么久的孩子，这么会突然就没了。做完手术，病床前的李成眼睛红肿，一看就是偷偷哭过。他一向是个感性的人，哪怕自己很难过，也轻声安慰我：“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，别难过。”我却倍感压力和自责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，忍不住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才导致失去这个孩子。医生却告诉我，这种情况很正常，多半是因为孩子本就不健康。可婆婆却不信，在我面前抹眼泪，说是因为没听她的，喝那些补药，孩子这才没了。听着这些话，我心如刀绞，闭上眼默默地流泪。李成见状，连忙把人给拉出去，回来安慰我，说不是我的错，老人家什么都不懂。我蜷缩起来，觉得整个人都空了。好在没几天之后，婆婆就回了老家。临行前拉着我嘱咐要多调养身体，才好生养。我还没从失去第一个孩子的打击中走出，听着这些话，愈发难受了，沉默地垂下眼，没再说什么。李成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不对，低声安慰：“没事，孩子还会再有的。”可这句话却像是一句谶言。我曾经也觉得，我们都还年轻，迟早会有孩子的。但2年过去，这已经是我第3次怀孕了。第2个孩子同样没能保住，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了。我从没想过，期待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会成为一场又一场的噩梦，以至于我从医生口中得知自己再次怀孕的消息时，更多的还是恐惧，害怕依旧保不住这个孩子。打电话告诉李成这个消息，他正忙着工作，嘱咐我多休息，加班结束就回来看我。这2年，李成已经当上了部门的主管，收入大增的同时，工作更忙了，3天2头的加班应酬。我也知道他辛苦。婆婆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，非说要来照顾我。李成也拗不过她，揽着我劝：“我现在工作忙，我妈来照顾你也好，你什么都别想，好好养胎。”可这一次，哪怕从一开始就每天躺着调养，孩子还是没能保住。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，婆婆愁眉不展，拉着医生不住问：“我以后还能不能生孩子了？”李成匆匆忙忙赶过来，也是一脸的焦急。我却心如死灰，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。医生看完病时，
建议我们两个都检查一下。李成也答应下来。婆婆哭丧着脸，她不说话，我也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她一定是觉得我生不了孩子，李成要绝后了。我扭过脸，看向窗外的云，心里一片茫然。因为小产后身体虚弱，婆婆又多留了几天照顾，又弄了一大堆的偏方，也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，说是生吃青蛙有效，非要逼着我吃。见我不吃，就又要哭，说她命苦，死了恐怕都抱不上孙子，哭天抢地，非要逼我就范。好在李成也在家，好歹给拦了下来。隔了一段时间，医院打电话来说是让去报告。李成最近在忙一个新项目，没时间。我干脆自己去了医院。看着报告上的结论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，颤抖着去找医生。医生也叹了口气：你们这个情况几乎不可能有孩子，就是试管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，多半只是伤身又花费巨大，最后落下一场空。我想要告诉李成，却又觉得在电话里怎么都说不清。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，他深夜才回来，一身的酒气，带着外头的寒意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我咬着下唇，犹豫再三。要是我们一直没有孩子怎么办？李成晃了晃脑袋，似乎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半晌，拉着我的手，将我带入怀中。没有就没有，只要我们两个能一直在一块儿就够了。我埋头在他胸前，泪水无声落下。也曾经无比期待可以有一个我们的孩子，可这个希望注定落空。只听他缓缓叹了一口气，胸口起伏。没事的。到了第二天，李成就主动告诉婆婆，我们两个往后不打算要孩子了。果然，婆婆一听这话，如遭雷击，哭着去捶李成，痛骂他糊涂不孝顺，怎么能没有子嗣？我在一旁沉默着。婆婆见哭闹无用，又来拉我：慢慢，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李成他不能没有孩子，李家可就他一个男孩，我求求你，放过他。我皱着眉，想说什么，李成却将婆婆拉开了。妈，你别胡闹了。最终，在闹了2天之后，婆婆还是迫不得已接受了这个现实。也不知李成和她都说了什么，她心灰意冷回了乡下，而我也没再提起医院的检查结果。往后的生活都变得平静许多。本以为我和李成会像其他丁克夫妻一样，虽然没有子女，却能携手到老。但人心往往是最莫测的东西，以至于我从没想过背叛会来得这样快。李成这段时间越来越忙了，以至于我们1周恐怕也见不到3回。
往往我睡了，他深夜才回。我出门了，他却还在休息。和我们共同的朋友赵思思周末约了吃饭。本来李成也答应要过来，临出门接了个电话，神色带了些愧疚。公司临时有点事，我恐怕不能去了。我心下一顿，难免失望，却也知道他忙于工作是为了我们的小家，于是笑着说没事。目送他匆匆出门，自己一人去赴约。赵思思看见就我一个人，有些惊讶。你们家李成不是说也来吗？我们3个大学的时候就认识，工作以后也保持着联系，时常一块儿吃顿饭。因此李成的缺席让他很是惊讶。我解释李成公司临时有事，这才突然爽约了。赵思思点点头，一脸艳羡。李成不愧是我们班班长啊，真是有出息，混得这么好。我却摇摇头，看他一眼，你又哪里差了？她长相漂亮，腰细腿长，毕业没多久就嫁了个本地知名企业的富二代。朋友圈里成天是各种精致下午茶，不然就是满世界的飞。赵思思却又想起什么似的，凑近了一些，悄声道：我家那个二世祖除了有钱还有什么？可听你说，他最近是不是太忙了点？你可得小心。男人没几个不花心的。听了这话，我不禁一愣。此前我还真没想过有这种可能。我相信李成就像相信自己一样，嘴上说着不可能，心底却隐约捕捉到了什么不对劲。李成这段时间的确是更忙了，回家几乎也是倒头就睡。以前多少会聊聊公司里的事情，现在却甚少提起，只说累得慌。我体谅他工作辛苦，也不多问。两人的交流似乎就这样日渐少了。见我神色不对，赵思思摸着怀里那只温驯的马尔济斯。男人啊，就像是狗，你得看牢一点，才能保证他不吃屎。我笑着垂下眼，掩饰心中的一丝不安。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翻了李成的手机，虽说是临时有事，仍旧是入夜了才回家。一回来就说太累了，要洗澡。我笑着给他拿了睡衣和毛巾，视线却落在了他放在床头的手机上。密码还是我们结婚那天，聊天软件上也全是工作内容，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。但就在我觉得是自己疑心病太重，正要把手机锁屏放回床头柜的时候，聊天框却弹出一条新的消息：李总，你有东西落下了。普普通通的一条信息，但眼下已经将近10点了，而且这个头像一看就是女人。心中一跳，还没来得及深想，李成就推门进来了。我匆忙将手机放下，只来得及瞥见对方似乎发了一张照片。
但从锁屏界面看不出照片内容。李成擦着头发，拿起手机，突然转头看我：“你动了我的手机？”我正装作若无其事地看手机，顿时一愣。他的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，头一次对我发了脾气。我有些委屈。李成皱着眉，把手机丢到我身边。你不是想看吗？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？我真是没想到，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。这番话一说，我顿时满心的愧疚。的确，他的手机里什么异常都没有，是我多想了。唯一有点异常的还是方才那条信息，可眼下我才是理亏的那个，根本无心再去想这个。低声道歉，可李成气还没消，拿起手机，一转身去客房睡了。不过就和以往每次吵架一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再三道歉过后，他也说是自己语气重了一些。就这样，我也没再怀疑过李成，反倒是觉得自己不对。他每天加班这样辛苦，我却疑心他不忠，日子就这样平淡又安稳地过下去。因为没有孩子，大半心思都在工作上。我也颇受老板器重，说是有个去外地参展的机会，可以让我去。告诉李成之后，他也很支持，可我却有些犹豫。下周二你生日，我出差要6天，周二也回不来怎么办？从我们认识以来，每年的生日都会一起过，从无例外。李成却笑着捏捏我的脸颊。那你得给我带礼物，好好补偿我。于是出差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出发那天，李成还特地早起送我去机场。同行的同事不住称赞我有个好老公。我笑着和他道别。登上飞机和回来的时候，同样满心欢喜。我已经准备了礼物，还特地提早回来，就是为了给李成一个惊喜。今天忙不忙？在家孤苦伶仃，自己煮碗面。李成发来的消息后面配了一碗素面的照片，我不禁笑了，几乎可以想象到他看见我时的惊喜。没再回他，我关了微信，直奔家里。可就在我打开家门之后，满心的期待却成了一场笑话。卧室的门半掩着，能听见女人咯咯的笑声，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。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，拿出手机给李成打了个电话。房间内的嬉闹声很快停止。李成喂了一声，很快就听到了回声，终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。他披着睡袍出来，看见是我，一脸惊愕。曼曼，你……我比想象当中的要平静得多。多久了？那天晚上你也是去见他，对不对？李成叹了一口气，说我这个时候问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我看着他这样坦然，却突然崩溃了。
哭着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没多久，房间里的女人也穿好衣服出来，比我年轻，自然也比我漂亮，怯怯躲在李成身后。我知道自己一定形容可怖，状若疯癫。我朝前一步，李成便把人护住了，皱眉看我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突然就心死了，也不想再追问什么，眼泪不住落下。离婚吧。李成一愣，连忙要来拉我。我将原本是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都丢到他身上，转身离开了。那天过后，我又回去了一趟，收拾了衣物。李成颓然坐在家中，想要挽留。慢慢，你别走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了。李成哭着跪倒在我面前，可我却没了丝毫的留恋。我父母得知了这件事，也都支持离婚。李成的妈也不知从哪里知道了，赶了过来，也劝离婚。只有李成始终不肯松口，连着几天到我父母家楼下劝我回心转意。就连我妈也心软了，劝我好好再考虑。两人这么多年不容易，我却摇头。从他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，这个人就不值得我留恋了。后来兴许是听了他妈的劝，李成也没再来了。半个月之后，李成发来微信：“我同意离婚了，你看看什么时间合适？”看见这条消息，我笑了。我和李成办离婚手续的当天，他妈也跟着到了民政局，得意洋洋地在我面前炫耀，李成的小女友已经怀孕了，还是个男孩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恐怕他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孩子是因为我不能生。显然，他也并不觉得李成出轨有错。我却只看向眼神躲闪的李成，而后冷笑一声：“李成根本不能生育，这孩子又是谁的？”听了我的话，两人都慌了。李成他妈更是扯着嗓子骂我胡说八道。我没理他，反而笑眯眯地看向李成：“当年我们都做过检查，还记得吗？报告你还没看过吧？”说完，将当年的那份报告递给他。李成的手微颤，看着他的脸色一寸寸的苍白下去，我的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快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